耀越逢周年的时候，总是推出了意想不到的周年产品。10周年的时候，与 B&W 合作推出了10周年产品。Levels 的滑鼠也是我人生第一支电竞滑鼠。到了现在2025年，它接上电脑依然可以使用。而20周年的时候推出了 Level 20系列，这个系列许多产品都相当的前卫，就算是放到现在也依然好看。而去年2024年的时候也是耀越的25周年，而在2024年这一年，他们推出了25周年绣球波澜主题的产品，配合上耀越前几年一直推广的炫彩电竞大胆玩色，出了许多颜色的产品。嘿，你好，我是小子。首先先祝各位新年快乐，蛇转乾坤，金蛇大吉。新年的第一部影片当然要来开箱新东西啦。等等，我先切个画面。今天的开箱的东西是一个大东西，就是它。今天要开箱的东西是耀越25周年所推出的绣球花篮的 Tower 600与 CT120 反转风扇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开箱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开箱的 Tower 600，再来开箱风扇。外盒前后都印有主视觉图，而侧边印有产品的数据图。打开包装后，把机壳拿出来，会顺便看到说明书等物品。而机壳内会有一包超多配件的配件包。内有前板更换小萤幕的专用挡板、显卡直立支架配件、PCIe 挡板、USB 延长线与一捆束带。然后它附赠的束带有2种，一种是传统的，另一种是魔鬼毡的，先给一个好评。接下来来到机盒本体。The Tower 600上方预装2颗14公分的无关 CT140 风扇，前方的 I/O 给的非常齐全，由左至右，一个 USB-C 3.5 输入输出孔、reset 钮、开机钮，最后有4个 USB 3.0， 这个配置给的相当的充足。接下来来聊一下前面的配件包，有提到显卡直立配件，它可以把显卡90度旋转直立起来，让显示卡变成另外一种模式展示。往下面看，下面的挡板也能更换成小萤幕专用的挡板。更换完之后，可以安装一个3.9寸的小萤幕来显示电脑的资讯。另外还有一个配件，就是横躺配件，它可以让 Tower 600转成横躺模式，让主机转成另外一种模式展示。而这3种东西都需要另外购买，如果有需要的观众可以去耀越他们官网参考。此外，横躺配件可能是小弟我最想入手的东西之一，因为电脑看久总是会腻，转一个方向它又变成不一样的样子了。最后就是今天的配角风扇，这次入手了 CT120 反转风扇2路的版本，外盒前面印有产品的主视觉图，而后方印有产品的各项数据。打开包装后会看到一张产品保护书，拿开产品保护书后会看到2颗绣球花篮的 CT120 反转风扇，这颜色真的好漂亮。而上方的小盒子内会有2个 ARGB 固定夹、2组螺丝以及4组线材，2组90公分风扇延长线与2组90公分 ARGB 延长线。2款东西都介绍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组装环节吧。
做完该做的仪式了，该来说说心得了。首先，我真的很佩服耀月在设计方面的想法。这卡机壳使用全模组化的设计，不管是后期维护清洁，或在前期组装的时候，都展现出与其他机壳不一样的地方。The Tower 600在外观的部分，基本上除了下方有使用到螺丝，其余的地方基本上都使用了免工具拆装。大部分的外观件都使用了卡扣的设计。例如上方的外壳、后方的背板、前方的三面强化玻璃以及下方的3块挡板都使用了卡扣来固定，而两边的挡板与后方中间的背板都使用了磁铁来固定。下方也有大面积的抽取式防尘网，未来要清洁电脑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清理，并且全机能看见的地方，除了前面上面的玻璃之外，基本上都用上了大量的防尘网来降低灰尘进入电脑，就算是侧边的小块挡板也有防尘网进行防尘。讲完了外观，来说一下内部的模组化设计。我在组装电脑的时候真的非常惊艳，也能感受到他们对于机壳的设计理念。这颗机壳基本上与上面相同，基本看到的地方都能卸下来，让用户能方便的进行安装零件。上方与侧边的风扇排架、电工固定的排架都能拆下来。并且锁显卡的排架，如开箱所说的，可以直接90度搭配显卡支架来让显卡直立。但要注意一点的事情是，如果你安装了直立排架，原本左边的3颗风扇位就会被直立支架取代掉。并且显卡太大张也没关系，下方的挡板可以拆掉，未拆的时候可以容纳28公分的显卡，拆掉之后可以容纳40公分的显卡。就算是4090这种3槽大肥卡，也能轻松安装上。然后顺便提另一个配件，在显卡配件包里，除了有直立显卡的配件，还有一组显卡支撑架，而这个显卡支撑架可以安装在下方支撑显卡，降低 PCIe 的压力。接下来我们该来聊正题了，就是机壳的资源性与组装心得了。想必要组这卡机壳的朋友，基本上都会选择 ATS， 它除了支援到 ATS 之外，还支援背插式主机板，是一卡非常占未来的机壳。而如果你今天要安装塔扇的话，基本上也不用担心它的高度问题。塔扇的高度它支援到21公分，市面上的塔扇基本上都能用。接下来散热的部分，风扇的资源数量也相当的大量，最多可以容纳多达13颗风扇，跟我的 View 7一样，纯纯就是一卡空净滤净机。上方12颗风扇可以安装3颗，14公分则可以装2颗。下方的12、14公分皆为装2颗，两边的12公分都可以安装到3颗，而14公分就有一些差别了。左边因为 PCIe 插头的关系，所以只能安装到2颗14公分的风扇，右边就可以安装到3颗。同时，虽然左边最高只能安装到280与360，右边则可以安装到420大小。我觉得安装在右边是最好的选择，安装在左边水冷管会卡到显卡，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弯折。而风扇的部分还没完，后方中间的位置也能安装12、14公分的风扇，皆为2颗。都说到后面了，就也来提一下，它究竟能安装多少颗硬碟？一般的3.5寸硬碟只能安装1颗在排架上，而2.5寸的话就能安装3颗，2颗安装在排架上，1颗安装在电源旁边。对于有大量硬碟需求的朋友，这边就要注意一下了，并且有考虑安装3.5寸硬碟在排架上的朋友，后方的位置就要取舍了，因为小弟安装完风扇后，目测大概只能安装上2.5寸的宽度，除非要找薄型风扇，还有继续安装上3.5寸的硬碟。虽然这卡机壳的风扇量真的很多，但同时许多位置都是取舍而来的。像是前面提到，左边风扇架要与显卡直立支架取舍，后方则是与硬碟取舍。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卡机壳，我现在使用的 View 7上所有的风扇可以无痛转移到 Tower 600上，并且使用烟囱效应的模式进行散热，能确保内部温度不会因为积热问题而有所困扰。但同时有个现实层面的问题，就是我硬碟太多了，加上小弟目前是使用 eATS 的主机板，真的有点小可惜。还有一点需要补充，就是如果你想要入手这一款机壳的话，又加上追求美观，我强烈推荐反转风扇，因为这卡机壳使用上面所说的烟囱效应，它是两边风扇与下面进风，而上面与背面出风，并不是使用常规的方式进行散热。所以如果你安装正转风扇的话，会看到两边都是风扇的背面，反之反转风扇就能看到正面。Tower 600搭配上这次使用的 CT120 反转风扇，两个绣球花篮搭配上内部的白色蓝白蓝的堆叠，真的非常好看。
心得最后就来到了组装与整线，这次整体安装下来，这卡机壳算是好装好整理的一卡机壳。刚开始把机壳拿出来，还没把它拆开的时候，以为是一卡非常不好安装与整理的机壳，但把机壳拆开后，还发现套了600背板所预留的整线空间相当之大，预留了至少 4.5 公分左右，同时在两边侧边拥有理线槽可以使用，让整体有好的走线空间，以及更好把线材隐藏起来。但这次组装过程后，我需要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风扇要最后安装，真的要最后，因为小弟我这次安装的时候，使用一般中塔机壳的逻辑去组装，结果在安装到机壳排线的时候，还发现风扇会卡到线材，不易安装。把风扇卸下来后，还顺利把线材插上去。另外在整线的时候，还发现原来背板侧边的挡板竟然可以拆下来。这块挡板是使用磁吸的设计，让后期整线过程变得相当简单又方便。另外电工旁边如果没有安装风扇的话，也有相当大的空间隐藏多余的线材。而这次整线的想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打开背板后，中间的区域几乎看不到线材为主。为了达到这样子的目标，会利用机壳的优点，并沿着机壳的左右两边与上方走一个 M 字形整线。花了一点时间后，我只能说这卡机壳真的非常好整理。由于这次提供2种束带给玩家选择，真的非常赞。左右两边的空间与配件包里提供了2种束带，不管是使用传统束带或者是魔鬼毡束带，都能在整线槽使用，让整体隐藏线材与整线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效果。最后的套了600的心得总结，它有着独特的外形，就像手办柜一样，可以摆入自己喜爱的模型。但这卡机壳就跟人一样，你要先理解它，在不理解它的时候，它十分的难懂。但你一了解它的设定逻辑后，恭喜你，它会是一卡相当好组装的机壳。然后我蛮喜欢邀月这次对于机壳所设计的一些小细节，前板中间这块玻璃，它是使用按压式卡扣，并且在按压后，下方的卡槽会卡住玻璃，避免玻璃掉下来。而另一个我喜欢的改动就是开机并线整合成一条线了，对我这个组电脑时常忘记要接哪一个针脚的人来说，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动。虽然这块机壳我有相当高的评价，但它也是有一些缺点的。首先就是我刚开始组装电脑的时候，发现里面有一个断掉的铆钉，我自己寻了一圈机壳是没有异样的，不知道是制造机壳的时候遗落的，还是真的机壳内有铆钉断掉。希望未来邀月能把品控做得更好。而另一个就是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了，这卡机壳有非常好看的设计与便捷性，但我有发现电工与背板是有一小段的细缝，势定一定会有灰尘从那边进入，虽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，但我希望下一代能做到密合的形式。以上就是这次的套了600的使用心得，如果你喜欢影片，不妨点个喜欢、订阅以及小铃铛。如果我哪里说错、遗漏、建议或者是讨论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我是小智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